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跳空大跌，市场方向在不明确时，果然还是要谨慎。这次你减仓了吗？英伟达趋势不改，依旧可以维持看涨，而特斯拉也真的来到300附近。但阿哲也没有想到，上期视频所说的这个目标，2天时间就到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52期的视频。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指数环境。我们除了依旧会看到3大指数目前的日线趋势之外，还要讲一下之前的一些观点，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很久没有去分享过的，叫指数的背离技术。当然我们在讲比特币、以太坊时经常会提到，但指数很久没有讲了。所以今天我们第二部分讲一下美股目前的指数背离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就要开始看到市场关于个股方面，这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Coin、Circle、礼来、MD、英特尔、APP、SOXL、Meta、阿 b 台积电、皮尔提亚、美光、亚马逊、AOI、LIT 以及 NBIS 等以上个股。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我们视频的内容您会看到会偏多一些，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也会比较长。那如果里面的内容不是每一部分您都感兴趣，那你可以做一个跳转。阿哲已经把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都标记好了时间轴，您直接跳过就行。当然第一部分一般不建议跳，因为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环境的分析。我们来看到之前的一些观点。上一次我们讲到市场在压力位附近下降趋势线，它目前已经是形成了，而且低点也被破掉了。那么目前这种情况，趋势走了一个高点降低，那么这个趋势线的压力它是可靠且有效的。所以不管是之前打到这里，以及这一次的反弹到这里，我们都提醒过要小心，要注意它的压力。上次我们所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运线，所以运线一旦产生，你要在压力位附近或支撑位附近产生的时候你就特别关注了。当然这一次的运线，如果你就靠运线去卖股票，其实来不及的。所以有些时候下降趋势我们做多就还是要小心，它不是说每一次都那么标准，刚好出现一个大 K 线包小 K 线，第二天给你一个阴线破位，可以给你去一个很明确的卖点，你卖完之后再慢慢的给你跌，再给你跌几根。很多时候可能它不给你这个机会，是吧？运线产生直接就暴跌，所以一旦在压力位附近出现滞涨有运线，可能左侧就已经要开始减仓，要小心了。所以运线代表是一个停顿，目前直接出现暴跌，就说明方向很明确，是一个向下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二部分，也是为什么说下周容易反弹？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图板，当前的上方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图表，下方是标普的图表。这两个指数我们曾经多次有同步去分析，我们主要看的是它的一个背离与否。什么叫背离？如果您是用过技术分析指标的，您应该会知道量价背离和指标背离，就是两个图表当中的因素。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同步的图表不是一个反向的同步的图表。当你所关注的这个图表有一个新高更高的高点时，你所关注的另外一个指标它可能没有更高的高点，我们叫做顶背离，或者说量能未释放叫顶背离。那么像指数之间其实也有一个背离的使用技巧。当你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出现市场有背离时，一般也会产生一些顶底之间的一个预判性的一个观点。比如说曾经这个地方的高点，它其实是市场走了一波上涨回调再次反弹，这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当时的一个运行轨迹。你会发现当时纳指的高点是这一天，是吧？所以它后续这个地方的上行它只是个反弹，它没有打破左边的高点，而所对应的你会发现下方标普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一个高点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数值标签是在右边，因为图表当中最高的高点其实是右边这根 K 线是 7581.5， 而纳指是左边这个部分。所以当时这一波价格走势，一个是下跌后的反弹，那么标普是下跌后的再次新高，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一个背离。所以两个关键性的市场指数出现这种背离，它往往小心背离后的一个风险。当背离产生而后明确有下跌 K 线产生时，特别是顶分型出现时，就注意了，它这意味着回调的出现，或者说下跌高点的出现。
而现在我们会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其实还是比较弱的，当时这波上涨没有创新高，这波下跌创了左边的低点，是吧？它是一个破底行为。那你会发现，那么像标普，它其实并没有，它的低点是要抬高的，所以当下的环境就是从之前的顶背离产生风险后，目前的纳指创了新低，而标普没创新低，这种叫底背离。那底背离则意味着市场有见到低点的一个可能性，以及有上涨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我们目前的判定是左侧的，下周会反弹会上涨。那么右侧更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具体的买点，最好有一个反包阳线，或者能够有一个底分型，是吧？会更好。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已经走了低点，两个低点，下周如果不创新低，走反包阳线，那是不是就确定了底背离后价格的一个上涨的预期？所以下周一旦遇到市场出现反包阳线，我们可以认为底背离形成，而后确定，那么市场看涨。当然，这个上涨目前来说，从指数是吧，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状况来讲，更多的还是先看一个反弹。那么以上就关于我们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一个观点回顾和指数背离一个提醒。背离技术我们等等在讲比特币和以太坊时也会用到，是吧？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用的。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依旧支持阿哲的每期视频创作。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学习之余如果有所收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在订阅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直学习技术分析，也可以同时去跟踪美股行情。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三大指数的趋势分析。刚才我们是讲了一个背离的现象，当前我们在看到三个指数从日线的趋势角度去分析，其实不管是道琼斯、纳斯达克还是标普都出现了向下的跳空缺口。目前的趋势环境当下是三个指数都出现了比较明确的一个下跌，但对于道琼斯来讲，它是回调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它目前还是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行。那标普它也处于紫色飘带。如果您是新同学订阅了阿哲，那么图表当中这个指标叫做上海趋势图，是阿哲讲技术频道我们一直有在用的一个趋势分析类指标，所以如果您有需要，同时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都可以去安装去使用。后续个股解析阿哲会教大家怎么去用。那么当下的标普它跌破了一个紫色飘带，说明它虽然是一个上升趋势，但支撑被破了。支撑的跌破一般意味着趋势反转的第一步，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早就趋势反转了，是吧？之前这一波下跌到现在，它一直都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就说明它是一个下跌趋势。那么像上次我们看到的这一波反弹，它其实就是反弹到了黄色飘带，压力有效，出现继续的下跌。因为下跌趋势的形成就是飘带为黄色，而后市场每次反弹都很难去突破有效飘带，去站上飘带，那么它就容易出现更低的低点。那为什么标普没有更低低点呢？因为它这一次股价突破之后，它是站到了飘带之上，是吧？把飘带作为支撑了，进行了一波相对的震荡。而当前它跌破飘带，如果后续这里转为黄色飘带，价格的反弹依旧也是容易走出市场的点降低、高点降低的。那道琼斯就好一些些，不过它也开始转为我们所看到的黄色飘带了。所以指数目前有三个缺口，那么道琼斯其实还是其中最砍跌的。通过飘带也可以看出，它目前也是大部分时间还是为紫色飘带，刚刚转为黄色飘带而已。目前它在周五的时候也出现了市场的一个反包，周五除了纳斯达克指数在跌，其他的指数还是有所上涨的。那道琼斯也有一个反包阳线出现，所以下周是一个反弹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其中我们也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蓝色 K 线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超跌的判定，它也是一种市场容易出现反弹的一个判定。当然它这个反弹有时候是低点，有时候是一个大底，所以要看它的位置。像纳斯达克指数它之前出现的蓝 K 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反弹的低点，所以目前又是一个蓝 K， 如果蓝 K 消失，它这里也容易是一个反弹的低点，所以下周的反弹概率比较大。那我们如果更加明确一点，最好是纳斯达克指数这里也出现一个反包阳线，就更加明确了。道指目前是开始有所止跌。那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如果手中还没有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如果您也想下周去关注一下这个蓝色 K 线什么时候被反包的，都可以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去找到阿哲的助教，跟他说一下您想要安装这个指标，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怎么去使用。您装的是手机版本，从手机上就可以看，就可以跟踪，更加方便。
同时，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同学，找到助教之后，您除了这个安装指标，也还有其他的3重另外的一个福利，这都是您订阅阿哲之后可以免费去领取的见面礼。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阿哲是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去写一些关于盘前的一些信息，对于目前指数的一个看法。阿哲的视频没有更新时，你通过盘前广播可能也会持续性的去跟踪，去了解阿哲的看法。第3和第4部分是技术分析和美股期权的一些实战课程，也是在内部会去分享的一些不公开的一些内容。如果您对于学习感兴趣，对于自己的技术分析方法还不够满意，想要更加的精进，都可以在右上角弹出小卡片，或者说在底下评论区找到助教之后，您都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的一个课程。像我们下周会讲到的是，在大跌趋势之下，目前美股的趋势交易又如何继续的进行。从下周2开始，每天的早上10点，我们的技术分析课程会如期进行展开，每周基本都会有。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都可以找助教去报名去参与我们每周的一个课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一个个股环节，个股解析环节的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算是走了一个最坏的一个预期。之前我们说这个支撑能不能撑得住，从这个地方它并没有走出运线的一个上破，支撑不住而选择下破，直接就跌穿了。之前我们讲过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这里如果穿了，那基本上它会很快到一个300的价位。那为什么会有一个300的预期？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表的日线图，我们调到周线线，那这一个300的目标其实是周线的龙门线。大家注意了，这个上海趋势图它其实有很多组成部分，大家如果是刚安装，您不要着急，您可以先慢慢的去了解使用。其中龙门线是代表某一个周期的中长线的一个支撑，所以这个龙门线就是白色线，您在任何一个周期都可以调出来用。但阿哲一般是看日线和周线比较多。价格走势一般来讲，普通的回调呢，它本级别的紫色飘带是能够作为回调的一个支撑的。但如果某一时刻它出现的不是回调，而是一个更大级别的反转或更大级别的一个调整，它往往会跌破飘带。那么它的目标一般就是龙门线作为关键的一个支撑。如果龙门线都撑不住往下破，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级别的反转了，那这个趋势就很烂了。所以像特斯拉，它其实就是在周线上出现了一波飘带无法撑住的下跌，破位开始，从这里开始走得很不好。所以这一波回调的目标，目前其实可以说理论上就是这个龙门线这里。所以它这个龙门线目前价格是多少？我们看到左上角，它其实就是 300.092。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市场如果日线这个地方它跌破了，其实它会很容易来到这个龙门线，因为它说明本身就是准备到这个目标。那我们看到日线的龙门线是在这个地方，是吧？当时日线的龙门线价格是在高位跌破了紫色飘带之后，一路到龙门线出现一个反弹。那么到龙门线的地方反弹却并没能撑住，而后又起来了，还是在龙门线这里没能站住，所以龙门线转为压力。所以一个周期的图表，日线图表还是周线图表，不管哪个图表，它先会跌破飘带，而后转为黄色带，而后跌到龙门线。如果龙门线都撑不住跌穿，那龙门线就会形成一个中长期本级别图表的重要压力，这个压力站不上，它其实一直是偏空的。所以之前这一波上涨站不上，而后反弹也站不上，市场它干嘛？它要延续周线的回调，所以目前周线回调已经完成，是吧？周线已经到目标了。好，现在就看一下周线这里顶不顶得住。如果周线能顶得住，就有机会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底部，至少周线哪怕这里是个反弹黄色飘带，它的空间是吧都有接近100，是吧？那也是很不错的。所以看到月线是吧？所以周线龙门线如果撑不住，那它可能就是要引发月线的回调。那月线的回调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上次这个月线的低点是23年，是吧？已经是4年了，都没有出现过月线回调。那如果月线要回调往下走，它要干嘛？那就是月线的龙门线。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周线龙门线撑不住，那么一步步的就说明它要往靠月线龙门线可是在126，所以这个地方最好周线要顶得住。所以这里是属于一个中长线的附近目标，这个地方的支撑，寻找日线这附近是可以做左侧的去买入的。当然这个地方一定要有，最好是日线有反转结构出现你再去买，去博弈至少是一个反弹，是吧？如果你发现这个日线没有反转结构，那没有止跌，那你就不要乱买了。至少之前人家这个地方跌到这里，它是会出现什么？先反弹再破底，日内肯定有一个底部的反转结构去破颈线，是吧？后续站上回踩支撑再启动。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有很长的时间让你去观察。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就是来到了观察区间，但是你没有必要盲目的去抄底，因为你不知道龙门线能不能顶得住。当前的日线是有白色 K 线的，白色 K 线是蓝色 K 线的进一步的超跌了。就蓝 K 是短线超跌，那白 K 是一个中长线的超跌。那白 K 超跌之后，如果白 K 消失，并且伴随反包，其实就可以作为短线的一个博反弹的买点，但只是博反弹，是吧？因为我们说了，日线的一个反转结构一般是会经历反弹、二次回踩、破颈线，是吧？右侧启动，所以对于一个周线的支撑是否有效，正常需要有一个反弹、回踩、有效突破去伴随右侧的买点。所以你也可以放弃前面的左侧的一个信号，等待右侧的一个反转。所以目前是阿哲对特斯拉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一个图形当前还是没有太多问题，没有特斯拉走的那么烂。它虽然也是遇到了一个压力，目前不太好过，但它的低点至少还在往上在爬升，是吧？而后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在上海趋势图当中，它至少龙门线日线是在底下的，是吧？它是一个支撑。价格在日线跌破了飘带，而后转为黄色带，它的目标就开始往这个龙门线走了，这是日线的。也就是说，特斯拉周线的一个结构其实是英伟达日线的一个行情，所以日线踩到龙门线本身也是关键的一个周期，它说明它在本级别日线图表是有可能完成一个中期回调，见到中期的低点的。好，那么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了一波什么反弹？是吧？所以这里就是第一个左侧的反弹。当时我们说这里的蓝 K 是可以买的，因为它就博弈第一波是反弹，反弹的力度是否构成反转，至少它把缺口给回补了，至少它的飘带由黄色转为紫带，所以这是这波反弹的意义，它意味着有机会是一个反转。好，二次回踩它目前是没有破低点的，转为紫色飘带，那这里是不是有强烈的止跌阳线？市场下跌暴跌，它也没有跌破这个飘带，所以有这个预期，我们认为日线的回调这个地方有希望是结束，或者说有希望是一个支撑有效，那我就抱着这个预期去做呗，是吧？价格走势上涨回调，那这附近我们就找买点。之前这里反包阳是一个买点，目前是一个运线，那运线如果上破也作为加仓买点，那目标就是日线的一个回调结束。如果日线在龙门线是回调能够结束支撑，那大概率它在周线上它是一个紫色飘带的回调，所以你会发现日线是一个龙门线的回调，而后周线是飘带的回调。而如果日线龙门线撑不住，那就说明周线飘带撑不住，那么周线飘带撑不住，就可能要往周线的一个龙门线走。所以这个地方最好撑得住往上看，它的目标是不是应该是紫色飘带的新高，是吧？所以我们在日内就这么去看，这是我的预期，究竟能不能走得到，我不去预测，我去跟踪，我去看日线的一个走势能不能沿着飘带往上行。而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标的是加密货币，在比特币、以太坊的价格结构当中，我们还是一直维持之前的背离的一个分析，是吧？美股阿哲看纳指和标普的背离比较多，而像加密货币阿哲会看以太坊、比特币，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在看，每天会在分析。目前你会看到的是他们的顶背离一直在持续，底下的比特币和顶上的以太坊在同一个高点的地方，很明显一个选择向上突破，而后走震荡，好像要二次回踩去走出启动，是吧？有这种感觉。而像比特币它其实是没有突破，这个高点一直没有突破，所以这个是顶背离。那如果你只看以太坊，就会感觉它好像走强，但其实加上比特币，你会知道这个走强目前是无法去确定的，它有可能是个假突破。所以哪怕目前的以太坊感觉还在准备走强，但只要比特币它不去修复这个高点，这个以太坊的多单到目前为止，我们上期是讲过的，已经是你要止盈了，是吧？最近2天回踩，这个地方只要比特币它不去新高回踩，它其实就很难启动。而如果它要有效启动，比特币肯定是要去修复背离的。所以如果你要再去做多，那么比特币得要先有背离的修复，我们去做以太坊新高回踩启动。所以这个地方做多的一个思路，我如果要做多，那么我在做了第一笔之后，二次回踩左高，是吧？我如果还要做多，那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比特币修复顶背离，给到我一个以太坊的做多理由。而如果它的顶背离一直不修复，反而把这个顶分型给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以太坊就失败了，那么就会往下。之前这个地方有一个底背离，是吧？这个底背离还没修复，如果顶背离有效往下，就很有可能要修复这个底背离。所以这个地方反而目前是偏空的，至少做多的理由不够了，要做多理由要等，但是做空理由是有的。一旦
顶背离确定底分型破位，那么我们可以做比特币的一个下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3部分的地质标的是 Core 位，目前所看的是 Core 位的图表，Core 位它的日线依旧保持这个黄色飘带的下行，它的龙门线是不是也是往下的？所以价格是跌到了也是飘带之下，所以它是一个顺势的下跌环境。这种环境之下，任何的一个做多的意愿都只能先看个反弹，所以价格反弹到了一个黄色飘带就容易下跌啊，黄色飘带就容易创新低。它这里是空方，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地方其实你做多也可以关注？因为它刚好在左低。就左低是一个中期的支撑，我们所说的飘带是一个中短期的，所以中短期的压力是有效的，中期的支撑也是有效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夹角，这个夹角之下会选择一个方向。那我们如果要做多，最好就等到它突破什么？突破飘带，说明这个中期的支撑是有效，更加强劲，突破了一个压力之后，我们再去寻找后面的扩张，后面的一个买入。从周线来看，目前还是保持蓝 K 保持，就说明还在超跌啊，我们的买点应该是等蓝 K 消失之后，是吧？去寻找更好的价格止跌的一个机会。像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吧？它是一个蓝 K 消失了，反包了，确定它是一个止跌，是吧？我们要等蓝 K 消失再去考虑日线的买点。蓝 K 如果不消失，就不要考虑，是吧？蓝 K 如果消失之后，你如果真日线买了，那打了止损要走，只有蓝 K 消失了，日线买了有买点，不打止损，我们再去看机会。目前至少还没有，第一步蓝 K 都没消失，那日线的买点肯定是还不够明确，是吧？我们可以再等等。接下来看到谷歌就是一个暴跌了，之前这里以为它能够像英伟达一样能走出多好的行情，是吧？价格一个突破，它至少说明它是一个上行突破了飘带，2根 K 线，1天2天是压力，是吧？正常突破飘带，我们说1天2天是吧？如果能够继续突破就更好，突破之后的回踩也没能站稳，反而破了。说明它只是一个下跌中的反弹，那目前依旧破底，是吧？那这样其实就结构走坏了。我们周线上就直接是跌破了这个飘带。正常来说，如果跌破飘带，它后续转为黄色飘带，它的逻辑，它的预期就是在本级别图表如果跌破飘带，就看一下会不会转黄色飘带，转黄色飘带就一旦持续，它自然而然它的目标就会往龙门线去推。像之前这波下跌，它也破飘带了，是吧？它没有转黄色飘带，没有出现压力，没有往下推，所以它跌了一波之后重新站回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目标还要往更高去看。那当前又破了飘带，如果后续它持续在飘带之下，那飘带转为黄色，说明它要干嘛？它要往下推。推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目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龙门线，像看到之前这些位置，是吧？价格走势，它如果破了这个飘带之后，能快速站回来，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误差。破飘带转为黄色飘带走上来没什么压力，是吧？那说明还有更高的目标能够新高。那如果往下破，价格走势它目标一般来讲是龙门线，是吧？破完之后它没有止跌，是吧？破完之后能够止跌，破完止跌就还没有什么问题。跌破之后如果不止跌，那目标一般就是龙门线附近。那当前我们来看，它如果是要跌到龙门线可就远了，所以这里最好能够快速在这附近出现止跌行为，不要再往下继续延续蓝 K 下跌，蓝 K 消失，寻找日线买点。目前日线跌破了一个龙门线，我们说跌破龙门线要注意2天时间，所以这个地方有机会是一个买点。跌破龙门线1天2天，一旦出现快速的反应是可以去买的，去博弈这个周线是止跌的。目前也跌下来了，跌破2根，所以这里跌破2根了。一旦蓝 K 消失，反包买入，强势阳线，我们也可以看去博弈它是一个什么周线的无效破位，日线的继续新高上涨，那么可以关注龙门线的破位。所以大家如果按照上海趋势图，都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去分析。关键就是你做什么周期，是吧？你看日线找日内也都是一样。不过大家在使用之前，最好先认真听一下我的每一期视频，是吧？先学会再去进行使用。如果您目前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的，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安装。接下来我们下支标的是微软，微软就还是空方趋势，是吧？它的大趋势日线是一个龙门线向下，它这种格局一般周线来讲就是黄色飘带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它打到黄色飘带有滞涨很正常。不过它的日线有机会还在延续的可能性，所以之前我们说这个地方可以找一些买点。那目前收阴线往下破飘带，一般跌破2根也是作为注意事项，因为它这一波反抽还是不错的，突破这个飘带2根之后还能往上涨，所以目前我们认为这个飘带是有支撑的。大周期环境不好，当然小周期它的结构在走强，那有可能会逆转大周期，所以我们也可以跟踪一下。它目前跌破2根之后，我认为这个地方如果它的飘带真的是有支撑，是不应该再往上破了，所以应该下周止跌。那如果下周止跌就是一个买点，如果往下继续破，那手中持有的一定是要先走了，因为它有可能周线上
是有效的跌破龙门线，目前做一个反抽，是吧？那往下跌那就麻烦了。那如果是往月线的一个延续下跌，那这个空间可就大了，所以这是要注意的。日线有走强，周线、月线不太好，所以要先做短周期的突破，可以作为买点。下一个个股看到 Coin 其实也是一样，大周期向下。之前我们是讲 MSTR， 但是怎么说 MSTR 还更弱一点，是吧 ？Coin 至少还好一些些，所以我们就换着来。目前它也有这种日线先走强的一个迹象，因为它往上破之后，这里是一根，这里是两根，是吧？破了两根还能够回调往上破，所以目前这个飘带可以先作为支撑有效。当前是走了连续的影线，这里如果有仿包，因为像上一根 K 线有点像光头鹰，不安全。这里如果仿包，那我认为可以去做一波龙门线之下的反弹。目标位可以往龙门线去看 197.654， 从周线来看也是跟刚才所看的这个微软是一样的，龙门线压制是吧？还有飘带下沿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真的日线能够维持走强，那应该是要去靠近一下龙门线的一个压力去试探，是吧？所以可以去看一下短线的反弹的一个预期在延续。但这个地方如果破位就不行了，因为它目前跌了一根，下周如果再往下跌两根，那其实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去破前面的低点，这种都是比较风险的做法，最好还是要找像英伟达样子趋势要好一点的。那么下一只标的是 Circle 还是一个空方趋势，从周线来看也是连续蓝 K 到现在还没消失，连续蓝 K 我们至少要等它消失，蓝 K 消失而后再去看低点，蓝 K 不消失，那你做多你在日线飞刀，有可能接飞刀。所以这种其实空方趋势比较强，虽然左边是有个低点，但是它的止跌力度不强势，所以先关注礼来还是这个买点，我们持有礼来。如果你放到一只标的上，本周期如果它是止飘带，那你其实不要去猜测它什么时候会走中期回调去龙门线，那都是太提前了，不太好。所以做趋势交易，我们就偏右侧跟踪，价格它不破飘带，或者说它破飘带之后有买点，我们就认为它还在走这个趋势。那趋势容易有新高，回踩飘带容易有新高。之前这个蓝色 K 线仿包买过一次是吧？新高了，这里是成了的。那又来了，蓝色 K 线仿包了，那我依旧是吧设一个防守位，依旧不破不止损，而后目标往前高看，一突破再想卖点是吧？现在买入之后还在成本附近在震荡，而后我认为它还在往上去走高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紫色飘带的预期。那如果你说如果打止损，当然你现在是有盈利的是吧？你如果按照这个买点，现在是有一点盈利的。我们不打止损就等它走高是吧？所以要么就达到我的止盈目标附近，要么就打我止损。如果中途卖，那么可能就是你拿不住，那就没办法了。好，价格走势如果往后打，那就说明它的方向是干嘛？它可能往下，那就是看龙门线，那到时候再说是吧？它目前至少没这么走，那就先看着。下只标的我们来看到 AMD 走的有点乱的，它破了这个飘带之后往上走，黄色飘带两根之后有压力往下继续破，所以这里要小心是下跌反弹往下跌。它如果走这个格局就是不太好看，所以飘带一旦转为黄色就容易是压力，突破两根如果就自涨往下跌，那么这里预期它的高点形成，除非下周能够干嘛？上涨回踩直接破是吧？直接往后再来一个反包突破这边的这个高点，那我可以认为它会转为紫色飘带往上继续运行。不过当前来看，它这个跌破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周线在飘带附近走一个震荡，方向不明确，所以日线走的比较乱，这个操作难度肯定大一点，因为它是加速之后的震荡，对，方向是还要等它选好。这里如果能够走一个突破，那么转为止带，那么大概率还有往上的空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特尔还是在走下跌，而且它是先破了左高假突破是吧？再破左低，破了之后反抽一下往下调，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有点趋势走坏，它破了飘带转为黄带，目标往下推动，它应该是要往龙门线靠近，龙门线是 70.685， 而周线来说它是回到这个飘带，但回到飘带走出蓝 K 不代表就一定能止跌。我们先来看一下蓝 K 什么时候会消失，如果下周蓝 K 就能够消失，有反包阳出现，那么就说明它的日线不去龙门线了，它就提前止跌了，那么周线我们就认为它还要往上去运行是吧？所以先建立一个预期的可能性，周线如果蓝 K 消失止跌，那么日线大概率就能够出现反转结构，那到时候单去看，现在就还是延续超跌，不能随便去接飞刀。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还是蓝 K 的，蓝 K 再往左边低点走，所以它目前是什么？还是超跌，所以蓝 K 出现之后至少要有一个买点，当然这个蓝 K 最好还是紫色飘带的，跌破之后是一个跌破止带，是吧？出现蓝 K 反包买，它因为上方有压力了，所以这个胜率会低一点，跌破就要止损。价格走势它目前是蓝 K， 上周的这个买点它没有反包，所以不太好，所以接下来等一个反包会好一点。
但这种买点最好还是在紫色飘带上，看一下有没有标准的买点。这算是一个标准的，是吧？至少它是一个紫色飘带上，是吧？出现蓝 K 仿包，那我至少可以看一个左高，是吧？这种算，如果能找到是紫色飘带的就会更好。紫色飘带的一个交易点，像这个地方也是，是吧？紫色飘带，紫色飘带出现买点，那我是一个防守位，是吧？这个地方可以把蓝 K 前的低点设个防守，那不破就作为持有，那我们可以认为左高是会被突破的，所以蓝色 K 线出现在飘带上会更好。所以如果你发现是黄色飘带的蓝 K， 那其实它只能看到反弹。所以周线来说，它是周线的蓝 K， 但是也是飘带之下，所以趋势整体来讲跌得太深了。下一只股票是 SOXL 3倍做多半导体，它是跌破了飘带，目前是不是离龙门线很近？龙门线是 105.77， 那价格走势它有可能会回到这里吗？有可能，因为它的飘带目前已经靠近了，它是一个蓝色 K 线，是吧？也是在飘带附近出现的，所以等待周线蓝 K 消失，那么会更加好一些。当前这里如果能够回踩龙门线，出现什么 K 线，也可以提前看日线的买点。在这个股来看到 Meta 的话是破了这个飘带，然后出现蓝 K 了。它这一波反弹的话是有可能是一个反转的，价格是一波强势的上涨，而后二次回踩，目前再次往上走，是吧？所以整体多方还是比较强的，涨呢是急涨，跌呢是缓跌，而后目前低点在抬高，这里如果不破这个飘带有效，那么蓝 K 消失反包，阿哲认为是可以作为买点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它往下跌之后有蓝 K， 干进入红柱不多，这里如果能够有一个强力的阳线出现，那我可以认为它会这么走，所以这个地方依旧可以关注，只是呢没有之前那么漂亮了，它毕竟跌破龙门线，但有买点还是可以买的。周线的话，其实它从高点跌下来，它已经到龙门线附近了，在这里出现反转结构，是吧？下跌反弹再破个低点，这是正常的一个下跌结构，然后靠近龙门线之后，快速的反抽二次回踩蓝 K， 是吧？而后低点这里如果能这么走，那其实就是一个周线止跌看涨。月线的话，它目前是还在飘带附近，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去关注。下一个是 RKB，RKB 的话跌破龙门线有可能是有效的，所以目前如果跌破龙门线有效，它这里下跌一旦反弹不过龙门线，那往下就是更大空间的下跌，就有可能会打开周线的往龙门线的调整。周线龙门线在30，当前它依旧是蓝 K， 但是它没有消失，是吧？像曾经这种周线蓝 K 消失，蓝 K， 是吧？这些地方其实都还是不错的。目前这里是跌得太强了，它直接把日线支撑给跌破了，日线真跌破那就不太好了。之前都没有跌破龙门线，都没有有效跌破，这次直接跌破了。所以如果要做多的话，一定要快速站上龙门线，是吧？这样的话我再去看右侧的买点。左侧的话，这种就不太好去买了，因为它空间有限，左侧可能压力比较大。下一只个股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是一个下跌反抽这个飘带，然后往下，正常这个方向的话就是要往龙门线去走，是吧？所以它的方向要小心。龙门线是在 364.103， 然后周线上的话呢，就还在飘带，价格在飘带附近，这里没有蓝 K， 是个运线。所以运线的话，小心选择下破。目前这里如果能够运线直线上破，那么至少可以作为周线的一个止跌判定。那样的话，它肯定下周是要突破的，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突破飘带，才去选择右侧的一个交易买点。再看到 PLTR 目前的结构还不算坏，就跟微软有点像，也是做反弹为主。这里是大阳线的低点，我们之前说过，你可以关注这个低点作为防守。目前是蓝 K， 如果这里反包出现突破，那可以做再次的加仓，依旧呢往龙门线去看。如果跌破了这个大阳线的低点，那就先要防守，就至少要先走，要先止损。然后这个反弹的目标 149.079， 它大周期还是不好的，还没有到龙门线，那大周期还是不太好的，有压力。只是说这个压力之下，小周期有机会走更大空间的反弹而已。所以它的风险性不低，所以这是做短线的。下一个来看到美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光的话呢就不太好了。这里是一个我本来应该标记红色块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黄色 K 线破位，然后它又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这里呢它应该是要延续破低点的，它这个结构是不太好的，只是这个支撑还没有破，就是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如果它不跌破，能够快速的往上把这个黄 K 突破，那我认为它是有短线机会能够走好。但如果这个黄 K 的压力就在这里，然后缺口
能够下周呢直接被阴线回补，那大概率呢这个低点应该是守不住的，我们就可能要往更下去看了。从周线来看呢，它是一个回踩到飘带上，但是止跌不够，它是一个长上影线，它没有仿包，用仿包才认为它是一个止跌，没有的话呢，有可能要进入蓝 K， 所以空间可能还没有跌完。下一个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是一个蓝 K， 它没有能在这个子飘带上出现买点。我们上周是不是一直在等它有个仿包阳线？它一直没有仿包的阳线，就在这里附近震荡，然后走出缺口下跌，所以它这个比起英伟达来讲，本来是跟英伟达差不多，现在比英伟达要弱了。不过它还在龙门线这里跌破一根，跌破两根，所以龙门线跌破两根，如果出现仿包阳能够吞没这一个蓝 K 的话，依旧可以作为这个买点加仓点，是吧？好，周线上呢就还在这个蓝 K 的低点之上，那只是它的一个止跌力度确实不如英伟达，是吧？一般般。目前来讲要小心它不在龙门线止跌，那往下破的话呢，就有可能要走为这个黄色飘带，那就要小心。所以它的结构因为这个跳空缺口之后变得不太好看，要小心了。一旦破这个左边低点，那这个就不能再操作它的多头了。这个之前认为的走多，那么就结构会破坏了。接下来看到 AOI 没有太多变化，跟我们之前这2周来看，还是在蓝 K， 是吧？蓝 K 就说明还在超跌，日线止跌不够，龙门线呢有支撑，但是支撑的过程当中没有白 K， 没有蓝 K。这个买入信号呢，只有一个强烈的反冲，但是也在飘带内，所以如果不确定不明确，最好还是等待破飘带。这样的话呢，周线的蓝 K 大概率就消失了，所以目前还是要关注，但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买点。LIT 也是一样的，周线虽然消失了，这个蓝 K 消失了，但它没有仿包，它也没站到飘带，这飘带还有点压力的感觉，所以它突破之后又跌回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突破归突破2根没能站稳。然后跌破又不是一个紫色飘带，跌破直接就破位了，所以这里要注意，它不能够再破低点。如果把这个龙门线破了，就结构就不好看了。所以这里要以龙门线之上寻找支撑，最好缺口都不破，缺口不破走震荡，转为紫色飘带再启动也行，不能够出现太明显的破位。这个缺口能撑得住就有希望。再看到下个是 NBIS 就是一个黄色 K 线的跌破，那么就说明它依旧是反弹，所以风险性呢就跟美光一样。周线的话呢是个蓝 K 也没消失，所以没消失说明还在超跌，力度不够，所以价格还在维持周线的回调，不能随便买这种股票，除非你做的是反弹。当然我们说空方的话呢可以考虑，但是做空的话，因为指数目前处于反弹预期，所以我们也要仓位要控制。那么以上就是7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